上一节我们详细探讨了文字生成和图像生成的难度差异，小伙伴们觉得语音生成的难度如何呢？拨开世间万象，解密背后真实。大家好，我是野生 AI 产品。上一节我们详细探讨了文字生成和图像生成的难度差异，小伙伴们觉得语音生成的难度如何呢？我直接说结论了，人类对语音的容错性是非常的高，所以语音生成的难度是远低于图像和文字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第一，人类对非语音声音的辨别能力非常的粗糙。可能你以为自己的听力很好，但事实上，人对这种非语言类声音的分辨能力几乎为零。电影中各种声音效果几乎都不是原音，而是由拟音师用完全不同的材料制作的。我们可以看视频中一些经典的例子。骨折的声音其实是掰断芹菜和洋葱的声音，马蹄声其实是用2个椰子壳敲击出来的，燃烧的火焰的声音是搓揉塑料袋和捏碎塑料薄膜的声音，下雨声是撒米粒、倒绿豆到那种硬纸板和金属盘子上的声音。这些我们日常中听到的声音，我们大脑其实完全不去追求细节，只是和记忆的声音做了一个大致的匹配，偏差不特别大，我们都认为没有问题。第二个呢，人类对语音的辨别主要靠模糊匹配。对语音的辨别虽然比对非语音要精细一些，但仍然是非常粗糙。一个视频就让你彻底理解这一点。我们来看这个。配上不同的字幕，你是不是觉得每一个字幕跟大叔唱歌的声音都很贴切？实际上，我们听语音的过程是这样：大脑会先记住语言中的标准基础音节，比如说中文有23个声母、24个韵母和4个声调，英文中有20个元音、28个辅音。当我们听到一个发音时，大脑会自动和记忆中的标准音节进行模糊匹配，靠近哪个标准音节，我们就认为它是哪一个。像刚刚大叔唱歌的那个歌曲，就是由于大脑在听到声音的时候，先产生了预设的目标音节，然后把听到的声音强行往这个目标音节上靠。看到字幕时，这个预设的目标就被明确，所以就觉得歌声和每一个字幕都正确，即使没有那么匹配，也会忽略掉差异，认为听到的就是这个声音。这种模糊的匹配机制也是成年人学习第二语言困难的原因。比如英文中有10到15个中文完全没有的基础音节，比如说元音的 i、很多人根本听不出区别，总觉得跟中文发音非常像。这就是听觉系统在欺骗你。听到声音在你的主观意识，也就是大脑皮层参与之前，就已经被自动匹配到母语的基础音节中去了。你要能听出英语中这些和中文不一样的基础音节，它的声音到底是什么，你需要经过大量刻意的发音练习，重新在大脑中建立新的基础音节，这样你才能听出来。有这些新的基础音节后，你再听到声音就会往这个新基础音节上靠，而不是往原来母语中的那些音节上靠。到时你就会觉得，哦，原来这几个音是这样的，为啥我之前听不出来？综上所述语音它是有高容错性，对全局一致性的要求也比图片低，所以生成难度是最低的。因此在未来大模型语音生成的发展趋势是一次生成一大堆语音的音节，而不是逐
逐个生成。这种未来趋势我们以后再说啊，咱先看看以前语音生成的方式。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想了解更多多模态细节，关注一下在走啊，我是野生 AI 产品，陪你一起成长。南上的黑夜，又挂着